你好，我是獨活男子 Leslie， 歡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紀錄影片。京都的魅力不只有那些保存了千年的古蹟，古典的氛圍蔓延到街頭，店鋪刻畫着時間的痕跡，卻不失商業的活力，成為世界上最獨特的風景。在京都，只是漫無目的的走在街道上，都能感受療癒身心的魔力。用雙腳丈量這座城市，踏着古都特有的旋律，跟我一起來趟優雅的京都一日散策吧。我覺得每位熱愛京都的旅人都應該要找一間與自己氣場最合拍的寺院，在沒有安排行程的時候，可以隨時躲進去，用最自在的方式待着。而我的私藏寺院就是青蓮院。青蓮院是一間與皇室關係密切的門跡寺院，也是天台宗5大本山之一，知名度不算低，院內卻一直保持低調的寧靜。來這裡幾乎都能獨享不被打擾的幽靜。經過好幾年的大整修，2025年青蓮院終於可以用最完整的面貌出現在眼前。不過我並沒有急着走去欣賞陌生的那一面，而是先到華頂殿好好享受放空的儀式。室內掛着36仙的畫像，還有蓮花圖案的拉門會。庭園中心有座小水池，坐在這裡，青蓮的寺院名就會變成具象的陪伴。後陰丁天皇曾將4坡瓦頂的小寓所當作臨時的住所，裡面還保有一些高品位的繪畫。承殿是院內面積最大的建築，曾經是後水尾天皇妃子的住所，展示重要文化財的冰松畫。我在穿廊看見這張海報，非常有感。這不就是我每次來青蓮院會做的事嗎？藝文字守水波是豐臣秀吉捐贈的石器水池，每年3、4月紅梅綻放時，倒映水中的畫面蔚為經典。走進圍繞龍興池而建的象阿彌之庭，有種融入自然一樣的自在。越往深處，地勢越高，這裡爬滿青苔，是江戶時代由小堀遠州設計的霧島庭園。好文亭曾經是後陰丁天皇的書房，後來被用作茶室。現在的好文亭是火災後重建的建築，不過我從來沒看過這裡有開放，永遠保持神秘的姿態。境內的最高處有片竹林，一旁還有間日籍神社。這個視角也是我在青蓮院中最喜歡的角度之一。華頂殿安靜地站在庭園中，加上湛藍的天空，和諧的畫面讓人心情平靜。走回承殿前開闊的台庭，因為之前在大整修，這次好像才是我第一次看到完整的承殿建築外觀。瓦片鋪設的鹿木造屋頂，
講究的右舉左音只在排列，寬闊的正面卻沒有壓迫的氣勢，反而感覺很有氣質。在鐘樓敲下祈求和平的鐘聲後，參觀也差不多結束了。每次來青年院，走完一圈後，總是能獲得心情的平靜。室內的氣氛加上庭園的幽靜，高出的視野疊加建築的平衡，每個元素雖然都不會強烈到讓人永生難忘，但就是這種剛剛好的清淡，累積成在京都最懂我的寺院。你在京都也有一間懂你的寺院嗎？沿着3條神宮道慢慢的散步，雖然是繁忙的主幹道，沿途卻有些優雅的日常風景。從3條大橋看着鴨川、花枝迴廊與居民的日常，交織成京都最悠閒的時光。四丁通是一條集合了老店民宅的街道，這裡的觀光客比較少，是個能深度感受京都的區域。有知名的商店，也有低調的個性小鋪。慢慢的走着逛着，像是自然的融入古都的優雅氣質裡。這裡有一間小小的寺院——隔堂行院寺，是我每次經過四丁通都會順路進來參拜的寺院。因為很常來這一區走走，所以行院寺也變成我在京都最常來的寺院。行院寺是西國33所觀音靈場第19番，供奉的是千手觀音，有超過1000年的歷史了。寺院的住廟代表是一隻黑黃白3色斑紋的貓，每次來都要尋找一下它的身影，算是寺院參拜中另一個不可少的小儀式。小小的寺院，只要經過的居民都會進來參拜一下，像是這一區的信仰中心，堅定地守護京都市中心的安全與寧靜。你有多久沒有好好的翻閱一本書了呢？京都街頭有一些獨立書店，正在用書香的情懷對抗閱讀習慣下滑的趨勢。藏在中町通小巷裡的晨光社，正在探索小型實業書店的經營模式，希望在日益黯淡的閱讀世界中，保留圖書和讀者邂逅的愉悅。花點時間沉浸在書店裡，小小的空間卻能讓人遇見更大的世界。晨光社不像是商業色彩很濃的商店，更像是精選觀點的展示空間，總能找到一扇你也很想開啟的大門。本來只是想漫無目的的沿着四丁通散步到鴨川三角洲，走到路口，無意間發現這家燈咖喱，看了一下 Google Map， 評價不錯，就直接進去了。裡面的空間不大，裝潢卻十分的溫馨，一個人或和朋友都很適合來這裡吃頓午餐。這裡的咖喱使用多達15種香料熬煮，味道非常獨特，是別的地方吃不到的獨家風味。咖喱深度融合了和牛，搭配蓋上起司的白飯，每一口都能讓人不自覺地點頭稱讚。
吃飯的時候，我忍不住一直觀察牆面上的裝飾，有好幾座可以稱得上是古董的時鐘，擺盪的鐘擺搖晃着不變的節奏，像是京都這座城市堅定地用自己的步伐走了千年之久。和老闆聊天才知道，他是一位古董愛好者，喜歡收集這些經過時間沉澱的飾品，因此也讓店裡的小小空間充滿復古的氣氛。燈咖喱位在河原町金珠川入口附近，除了咖喱的香味很獨特，食物非常好吃，老闆很親切，我很享受和他們聊天的過程。如果逛完京都御苑或跳完鴨川的烏龜時，都可以走來這裡吃到難忘的咖喱飯哦。高野川和鶴茂川交匯的鴨川三角洲，有個京都人獨有的浪漫。跳過烏龜石，跨越鴨川，貌似便捷的通行方式，其實背後更多的是趣味。不過我剛吃飽就不跳了，站在橋上看別人跳，像是看一場名為京都情趣的日常表演。沿着鶴茂川往上游的方向走，這裡和平常在四條附近散步的鴨川視野很不一樣。山好像更近一點了，河岸兩旁的房子也比較矮，開始貼近最純粹的京都。不過放鬆的心情倒是沒什麼不一樣，聽着水聲，踩着穩定的頻率，感恩遇到這段微小而平靜的風景。其實這段散步的路線一點都不累，但就是時不時會想坐下來休息一下。也許是根本捨不得這裡的景色，才想要停下腳步，以為時間會跟着暫停一下。夕陽的餘暉照亮了河面，為放慢的腳步保留了專屬的優雅時光。走到北大路，一天的散策行程也差不多要結束了。最後再用一個普通到不行的儀式，洗去一天的疲累，也深入居民的日常風景。公共澡堂又叫做錢湯，逐漸老化的形象，卻在一群喜愛錢湯文化青年的改造下，變成京都最潮的日常活動。鴨川湯創業於大正15年，澡堂充滿濃濃的昭和復古風，深水池、電氣浴池、山溫暖，多種體驗吸引附近居民和學生晚上來這裡泡湯，變成笑聲滿滿的放鬆空間。沒想到洗個澡也能和文化扯上關係，不過這就是京都最迷人的古都特質。在京都街頭漫步是一種無感極致的體驗，眼前的復古牽引出懷舊的情緒，每一步都是1000年濃縮的時光。不知名的巷弄也能有深刻的情緒，不經意的轉角也不乏大有來頭的古蹟或店鋪。不需要刻意安排，就能巧遇經典的日常，讓逛街充滿尋寶的樂趣。如果你也喜歡京都那些復古經典的風景，歡迎訂閱我的頻道，跟我一起探索古都的旅遊樂趣。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